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前天啊，给大家介绍了中国山东潍坊高密有道化学的农药厂爆炸事故啊。这个事故是触目惊心的啊，现在已经是国务院督办啊。那么很多朋友看了视频之后啊，给予极大的关注，包括指出我念错的字儿啊，以及给出他们的分析等等啊，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的支持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时间段啊，5月底6月初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外网啊发这些东西了啊。今天我们就一块来深入分析一下有道化学啊，它这个爆炸事故的原因啊。尽管现在呢，官方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啊，但是什么事都架不住分析，是吧？所以我们就准备从呢最新看到的视频、监控啊，还有卫星图啊，来层层剖析这个事故的可能原因，以及爆炸的当量，以及啊，它和我们平时认知中的这个爆炸物，甚至战争中的这些爆炸有什么不同啊？最后呢，当然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呀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是最新的视频啊，在一个1公里多范围内的这么一个监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1/10的速度，只是慢播的，刚才呢是正常速度啊。当然了，看到啊，很多传射呀，就是那些管道反应体的这个碎件啊，就爆炸的碎片啊，四处都在飞。大家看到这是1/10的这个播放速度。这不是官方发布啊，是从第三方角度拍摄的这个监控画面。这画面就显示呢，在2023年5月27号下午，那么12点57分左右吧，这个11点57分啊，有远处的有道航空厂啊，突然就爆发出一团橘红色火光，然后呢就是黑烟。这不是简单的燃烧啊，而是一个剧烈的这个爆炸瞬间啊！仅仅大概1秒钟左右啊，巨大的烟团就裹挟着大量的碎片和灰尘冲天而起啊，迅速向四周扩散。这个过程极快啊，从火光到烟尘啊，弥漫的时候仅仅就几秒钟时间，整个瞬间爆发的破坏力啊，是远超一般火灾的啊。那么通过这个监控画面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爆炸。它是从厂区内部的一个点开始，然后火焰和烟尘啊，迅速向左右两侧啊，东西方向扩散。这是给我的最初印象啊，就爆炸的蔓延呢，似乎有一个特定的方向性，而不是单纯的这个圆形扩散。那么从卫星图啊，看一下爆炸规模，我们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看一下破坏啊。所以为了直观的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爆炸过程啊，我们利用卫星图片进行了对比分析啊。首先这是爆炸前的谷歌 Earth 的卫星图啊，这大概是在2023年吧，这个图片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书记一定要出来，有你出来的时候啊。这是有道化学厂区已经初步建成，内部有大量的建筑物、罐体和复杂的这种管廊的结构啊，这些设施呢是密集排布，呈现出一种现代化工业园区的景象。那么接着呢，就是爆炸后的这个航拍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原先的这个核心生产装置区域已经被彻底的摧毁，只剩下这些扭曲的管架、散落的这些瓦砾啊，地面是被夷为平地啊，几乎看不到设备的痕迹了，就是一种清零的状态啊。一些大型罐体啊被撕裂，有的还在冒着这种白色的这种不明气体和黄色浓烟啊。在下边看到的是最新的5月3号今天的 NDVI， 就是硅域化植被指数的卫星图像啊。那这个图像啊是反映植被的健康情况。那么这两个图片啊，一个是5月25号，这是5月25号，也就是爆炸发生前厂区内部的 NDVI 啊，还是有一些绿色和白色的，就表明主要是建筑和裸露的地面啊，植被覆盖比较少，但是周边还是有的啊。但是到了5月30号，就爆炸之后的第3天，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核心区域啊已经
就是明显变成了黄色和棕色了，就是这个地区的地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就是怎么说呢？剧烈变化，原有的地表呢被爆炸彻底改变了可能被废墟覆盖、灰尘或者残留物改变了地表的这个光属性，是吧？光谱特性，导致这个 NDVI 值是大幅下降，所以这种就从浅色到黄棕色这种转变，就直观的显示了爆炸这个核心区域的破坏，它这个程度就和航拍图的这个清零效果是高度吻合的。我们再看一个是这两张图片叫moisture index 这个叫湿度指数图像。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看天气预报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湿度指数就反映地表的水分含量。那在5月25号这个爆炸前，厂区内部以红色和黄色为主，就表明是地表干燥的厂区嘛，符合工业厂区特征。但是到了5月30号爆炸之后几天，大家看到核心区域的颜色变成了蓝色和青色，这个就强烈的表明地表湿度是大幅增加了。主要原因就是消防人员在爆炸后使用了大量的水进行灭火冷却，所以这些水呢就积聚在地面上，所以这个爆炸区核心区域就这儿绿的地方是吧，导致湿度呢是飙升。所以综合来看从这个卫星图像航拍图不同维度就证实了爆炸的巨大规模和破坏范围。看到核心区域了，就圈定了这个核心受损区域，它的形状呢和厂区的主要生产设施它布局是吻合的支持了爆炸它基本上沿着东西方向蔓延的这种观察。那爆炸原因我们也分析一下，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悲剧。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爆炸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呢？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工艺和原材料，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危险的源头在哪儿。有道化学它是一家农药和医药中间体生产企业。那根据公开信息呢，他们主要生产2甲基3甲基苯甲酸、4硝基还有3甲基苯甲酸、6硝基3甲基苯甲酸这些产品。这些名称中都带有硝基化合物以及它生产过程中消化反应和重氮化反应，这都是化工领域公认的这种高风险反应和高危物料。消化反应前面我们讲过它通常就是把硝基就 NO2 引入到有机分子中，这个过程往往是剧烈放热的。那如果温度压力控制不当，或者有杂质的存在，很容易就导致反应失控引发剧烈的这种分解爆炸。比如说一些硝基化合物本身就具有爆炸性像硝基苯、3硝基甲苯就是 TNT， 所以重氮化反应就是涉及到重氮盐的生成这类化合物也极其的不稳定，特别是在高温和酸性条件下极易分解爆炸。所以这种高风险工艺就意味着厂区内始终存在潜在的爆炸危险源。那再一个呢，就是关于爆炸当量的分析，就是这种震撼的破坏力从哪儿来的。那所谓的清零效应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指爆炸中心区域这建筑和设备被彻底摧毁，几乎没有残留就这个，只剩下扭曲的这个钢架和瓦砾嘛。这种破坏通常它是由蒸汽云爆炸叫 VCE 引起的。蒸汽云爆炸它不像传统炸药一样集中到一起，而是可燃气体或者液体的蒸汽泄露扩散，生成一个巨大的爆炸性云团。那被引燃之后呢，在空气中就发生剧烈的燃烧和膨胀，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并向四周扩散。所以这种冲击波足以摧毁地表的建筑结构。但因为能量呢，它是向这个四周扩散，所以这种冲击波呢，它不是向下集中，所以不会留下这个很深的这个像弹坑。所以监控中我们看到这个爆炸冲击波沿着东西方向扩散就印证了厂区内的可燃物的这个线性可能造成了连环爆炸效应。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分析一下可能的这个爆炸物的排名，到底谁是元凶那根据有道化学它的生产性质和这个现场的迹象我们可以对最早的爆炸物可能性来个排名，来个 top 3那么硝基化合物或者重氮盐这些不稳定的化学品，它的分解爆炸，这是最可能的初始出发点。
这些物料啊，它本身就不稳定，在施工条件下会发生剧烈的分解。那这些爆炸烟柱中出现的那些黄色烟雾，它就是氮氧化物的典型标志，所以呢，它是含氮化合物分解的直接证据。所以这种爆炸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反应釜或者储存罐内部啊，瞬间撕裂了容器，引发了后续更大规模的这个灾难。那么易燃易爆溶剂或者中间体的蒸汽云这也有可能，这是导致大规模破坏的关键物质。你比如说生产过程中啊，涉及到大量的有机溶剂，比如像甲苯、苯、丙酮，还有醇类啊，所以这种物质的挥发性强，一旦泄漏遇到明火源啊，极易形成这种可燃的蒸汽云。我在家里边提炼这个二氰互逼素啊，提炼这些所谓营养素的时候，我是用95%的酒精提取的。我虽然做了酒精的回收，但是我也要通气啊，要保持空气流通。虽然家里边这个浓度并不太大，但是我还注意这个事儿呢。这个蒸汽云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爆炸烟柱中里吧，还有黑色烟雾啊，主要就表明就是大量的碳氢化合物，它的不安全燃烧，黑烟就这么回事，碳嘛。所以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第一点中的这个分解爆炸啊，就消极那些东西，撕裂了储存在这些容器的这个容器啊，就导致大量的泄漏并迅速被引燃。再一个呢，就是高压气体或者沸腾的液体啊。那化工厂啊，通常会贮存高压的气体或者在高温下储存的这种低沸点的液体。当这些高压容器啊，因为内部超压或者被火焰炙烧而破裂的时候呢，就会引发物理爆炸。如果容器内是高温液体，那么破裂后会瞬间闪蒸成大量蒸汽，也形成了刚才说的那个蒸汽雨啊，就是这种沸腾液体的爆炸。它的容量爆炸威力啊也是不容小觑的啊。这也为蒸汽云爆炸后续啊提供了大量的这个可燃物。所以呢，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一种或者几种高不稳定化学品它的失控分解，可能是在反应容器内啊，引发了第一次的爆炸，紧接着呢，导致大量的易燃溶剂或者中间体泄漏在空气中，形成了蒸汽云，最终引燃，造成主要的这个大规模的破坏。那这为什么地面上没有深的弹坑呢？我们看到啊，爆炸的现场它没有个很深的坑啊，这前面我们提到了啊，化工厂爆炸它造成的这种清零式的破坏和炸弹留下的深坑啊，本质上它是能量释放方式的不同啊。比如说 TNT 啊，高能炸药啊，它的爆炸能量高度集中在很小的体积内，并且瞬间释放，那主要是向下作用，把地面物质炸飞或者压实，形成了一个深而规则的弹坑。这是典型的这种凝聚向爆炸或者地下爆炸效应。而化工厂爆炸啊，特别是蒸汽云爆炸，但能量是在空气中通过可燃气体或者蒸汽的这种剧烈燃烧或者膨胀来释放的。冲击波呢是向四周扩散啊，主要呢它作用于地表以上的这些建筑结构和设备，把它们瞬间解体、抛飞、烧毁。能量呢没有集中向下，所以地面呢只会被夷为平地，没有留下一堆瓦砾，没有明显的深坑啊。那讲到这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没有味道，还是来不及呢？这个也是最令人痛心的问题。那事故前呢，是不是有人发现异常呢？像味道是吧？很多化工原料或者中间体它都有刺激性的气味，理论上啊，如果发生大规模泄漏，味道啊会很浓的。但实际情况复杂啊。比如说泄漏量，如果呢初期泄漏量不大，或者发生在密闭设备管道内部，味道可能就不明显。第二个是通风啊，就是厂区内部的通风情况以及当时的风向，那么都会影响气味的扩散。再一个就是嗅觉的适应，比如长期在化工厂工作这些人啊，他对某些气味就产生一种嗅觉疲劳或者适应，从而降低这个警惕性。像我现在就是鼻炎，我闻味道就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毒性啊，有些有毒气体啊，即使浓度很高，也可能是无色无味，或者是味道不明显。比如说像一氧化氮，对吧？煤气。在最大的可能就是什么？来不及啊。那根据监控啊、视频啊，这个爆炸发生的非常突然和迅速，从最初的火光到完全爆发只是短短几秒钟。
这就表明啊，一旦连锁反应被触发，留给人员反应和逃离的时间是非常有限，可能根本就来不及发出警报或者采取有效措施。这通常就是内部高压容器啊破裂或者剧烈化学反应这种特点瞬间完成。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自动化这种设备的依赖和疏忽啊，有道化学呀，它号称采用了全连续流工艺以及装备，而且呢连续流微反应技术。那么这种高度依赖自动化控制啊，这种可能导致操作人员啊对现场细节的这种感知能力下降啊，再加上如果监控系统失灵，报警的值呢设置不合理，或者操作人员对异常报警判断不及时，也可能会错失报预警的机会。那当然更关键的是啊，如果你为了追求大个快让的速度，是吧？忽略了严格的这种工艺验证、设备检测以及人员培训，再先进的技术也没法避免这工艺风险。所以昨天我们讲过啊，说这个可能相当于一个小型战役。那这个爆炸和高能炸药啊，它还是不一样的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高能炸药和化工厂爆炸它的能量释放方式的不同啊。简单来说，就是高能炸药呢，它在这瞬间啊会产生极高的压力和温度，通过爆轰波啊，它以超音速的方式呢传播，将周围的物质分解并产生冲击波，造成定向或者局部的集中破坏。它的能量密度高啊，作用时间是极短。化工厂爆炸物呢，它的能量释放呢更偏向于快速的燃烧和膨胀。虽然也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但是它的传播速度和压力峰值啊，通常都低于这个爆轰波。这主要是通过冲击波和火焰效应，在较大的范围内造成破坏，不是集中在一点。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化的比喻来理解，就是炸药就像是重锤，一击集中力量，而化工厂的爆炸呢，就像气球爆炸，瞬间膨胀，范围广，但是能量分散啊。所以这样的类似的高密爆炸呀，不是孤立啊，这个类似化工厂的爆炸案和预防措施是有血的教训的啊。国内外啊，近年来发生过多起类似的这个化工厂爆炸案啊，也给了我们血淋淋的教训。比如说我们昨天提到的中国响水321特大爆炸，江苏的啊，2019年，直接原因呢就是硝化废液贮存罐失控，并发生分解爆炸，随后引燃了周边的危化品，引发连锁爆炸。这和高密事故在工艺和爆炸类型上还是有高度相似性的。再一个就是天津港812特大爆炸，2015年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危化品仓库里面的硝化棉这些货物高温自燃，引爆了周边的硝酸铵爆炸物，引发了剧烈的化学分解规模和就是大规模的蒸汽云爆炸。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也讲过，就是美国德克萨斯城 BP 炼油厂的爆炸是2005年这个是涉及到烃类啊，就是碳氢化合物的蒸汽云爆炸，原因呢也是设备超压排放导致大量的这种可燃物泄漏。那这些案例中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的预防措施，也给所有的同类企业一个提醒，那就是本质安全设计在工厂设计阶段啊，就应该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或者降低风险，比如说采用更安全的反应路径、更稳定的这种替代物料以及更小的物料贮存量。第二个呢，就是严格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你对所有的工艺、设备、物料进行全面深入的风险评估，识别潜在的这种失控点，建立完善的这种安全管理体系，包括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应急响应、持续改进等等等等再一个就是完善工艺验证和放大，新工艺、新产品从实验室到这种工厂化的生产必须经过严格的这种小时、中时验证确保所有潜在的风险呢，在放大过程中被充分的识别和控制不能为了速度而省略必要的这个验证步骤。还有就是高质量的设备和维护，这个特别重要，关键设备、管道的选材、制造、安装必须符合最高标准，并进行定期的这种检测、维护和老化评估。你比如说管廊的支架、密封件、阀门都是潜在的泄漏点，你需要严密的这种监控我们昨天还提到一个高素质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这种专业培训具体扎实的这种化工知识以及应急的处置能力。他们需要了解设备的运行原理、异常情况判断处理方法。
那但是管理层呢也需要具备高度的安全知识，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产量和效率。还有一个就是应急响应体系的建设，你要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配备必要的这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和消防啊、医疗啊进行联动的机制啊。当然，这个政府监管也非常重要。政府部门啊，应该加强对化工企业的这个监管力度啊。你不能是马后炮，找几个不疼不痒的原因说，看我们之前就发现这个企业有问题，你发现的不是这个发生事故的问题。你可以严厉打击安全生产中的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不能为了招商引资啊，或者追求 GDP 是吧，放松安全底线。所以这次高密爆炸呀，是一次残酷的经验和教训。那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新闻事件啊，而应该从里边汲取经验，审视我们的工作啊，特别是化工安全的认知和投入。实际上啊，很多领导啊，就是这些党政干部，他们并不了解相关的这些知识啊。你比如说问他是什么叫消化反应，他可能简单理解成 TNT 了。实际上呢是有点像的，它跟 TNT 爆炸还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了炸药和这个化工厂爆炸的区别。那每一次爆炸其实都是血和生命的代价，希望这样的事发生的越少越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